来关注国际焦点，伊朗南部最大港口阿巴斯港星期六发生剧烈爆炸，导致至少18个人死亡，700多个人受伤。初步怀疑是存放在港口集装箱的化学品的爆炸所引发的。爆炸发生之后，港口作业紧急暂停，总统下令彻查。由于事发时正值伊朗和美国在阿曼展开第3轮和谈的敏感时机，引发了外界猜测，爆炸是否涉及以色列。滚滚浓烟，消防车奔赴现场，人员仓皇逃离。爆炸星期六发生在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的沙西德拉贾伊港区，多组集装箱起火爆燃，现场浓烟冲天，橘黑色烟云直窜半空。伤者被抬上救护车，灭火和搜救行动持续到入夜。伊朗红新月会和救援人员连夜在火场中抢救，消防飞机不断投水灭火降温。伊朗官方通报，大爆炸造成严重死伤，港区作业已经全面暂停，事发区域的危险化学品也紧急转移。最新曝光的画面显示，港口办公室门窗尽毁，地面散落着大量碎片和文件，方圆几公里内的建筑物窗户玻璃碎裂，爆炸声甚至传到26公里外的戈舍姆岛。伊朗危机管理组织表示，初步调查，爆炸疑似因为港口储存的化学品处理不当引起。事实上，当局早在巡视中就曾经警告安全隐患。احتمال وجود مصدومان رو هم باز هم میدید یا خیر؟ احتمال داره تعداد مصدومان افزایش پیدا بکنه. احتمال داره من. کردم باید این حادثه در حال حاضر که در حال انجام اقدامات عملیات و امداد هستیم بعد از این شاید ان شاءالله总统佩泽西奇扬下令全面调查，并派遣内政部长亲自到场指挥。官方证实，爆炸没有波及油气设施。国家炼油与分销公司也证实，附近炼油厂和输油管道依然安全。最近几年，伊朗能源与工业设施屡屡发生致命事故，许多被归咎于管理疏忽，包括炼油厂起火、煤矿瓦斯爆炸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星期六爆炸的这个港口曾经在2020年遭网络攻击，导致港口航道以及通往设施的道路严重拥堵。当时，《华盛顿邮报》报道，以色列疑似为了报复伊朗之前的网络攻击而发动袭击。尽管如今这起爆炸没有迹象显示和以色列有关，但是在核谈判敏感时机，免不了外界诸多揣测。以色列军方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暂时没有对这次爆炸回应媒体询问。